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完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搅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脚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，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，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整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绞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这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真为能吃人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儿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一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1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朋友。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1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
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，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还做2盒烤榴莲，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。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呢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儿，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，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，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王普同学问我说，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，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讲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烤出来油梭子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。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分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寻思煮点方便。然后交给罐头封口了，这个封口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全程用不上驴参与一点。完我让驴大帮把标签写了，但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期末重文。然后这些罐头呢还要高温蒸煮一下，消毒杀菌，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，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。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拜拜。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儿采购量有点大，平时手有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了猪蹄儿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了着了，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儿才是最崩溃的，这每一个猪蹄儿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。不过脱毛这个活吧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儿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儿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。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儿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这会儿猪蹄儿也卤好了，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，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。然后卤猪蹄儿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，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的那天席上它还有机会登场。
这个卤好的猪蹄儿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儿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儿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儿又装订了一份干料。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儿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场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